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劈柴喂马，环游世界。我觉得这就是我理想的生活。米兰昆德拉有一本书叫做《庆祝无意义》。有时候我们很喜欢给生活定义，说做这个要有意义啊，或者是做这个是要有结果。我觉得太执着了。我们应该做一些可能看起来不是特别有意义的事，然后你就很放松，你就不容易焦虑。现在人太追求结果了，太想要成功了。我觉得很累。其实成功也是一种定义啊。我每年都会做很多这种各种果酱，因为瑞典的这个野外这个浆果资源特别丰富，比如说蓝莓啊、小草莓啊、樱桃啊，还有苹果，苹果就更容易做。然后苹果，我们家楼下有好几棵苹果树，那个就基本上就多到就是苹果会掉到地上，然后烂掉，然后有很多小动物，像什么野兔啊、鹿啊。我们就会去吃。我平时在海外都是吃中餐比较多吧，就所以在海外生活对我来说饮食不是问题，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做饭，所以我平时就喜欢买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然后研究。现在网上不是都有各种食谱吗？然后我就拿来研究看，哎，这么做行不行？那么做行不行？然后调整一下配方。我还自己做月饼。做汤圆，然后昨天做那个口水鸡，做水煮鱼，反正对我来说做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所以不存在什么哎呀好累啊，每天做饭我不觉得，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我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然后假如说我想要吃的很简单的时候，我也吃的很简单，就是买点米啊面啊或者什么的，反正。假如说我吃80克碳水，然后100克肉或者鱼，然后吃250克蔬菜，各种蔬菜都可以，然后我就煮成一锅，就是煮面那样煮一锅，我觉得这样也行，所以很方便。樱桃果酱，一大盆的樱桃就做这么点儿，但是主要做个乐趣，而且自己吃的东西比较健康。我来自福建闽西北的一个小县城，我们家目前就我爸妈没有做生意的，我妈在国企，然后我爸在政府工作，公务员。按道理应该是一个比较还不错的家庭，但是可能由于我妈她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所以她习惯掉比较节俭的生活，所以我小时候过得也比较就对比我的同龄人来说，应该是可能会比较辛苦。我是92年的，对，现在33、34，快34了。小时候我一直住在就我妈他们单位的那个职工宿舍。那个职工宿舍呢，厕所不是在住的里面，就是你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走廊走到外面才有个厕所。所以我一直过这样的生活，过到了初中。虽然物质生活不算特别的充裕吧，但是基础的东西还是满足的。我妈她单位
有一些员工福利，比如说员工每个月可以订一些杂志啊，这些它有这个补助，所以我小时候就看很多书，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啊、网络，那时候反正至少我们家没有，就看了很多书，然后那是我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吧。这是我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打包发货。我们不是去德国玩了一圈嘛，然后我的客人们就买了一些德国的日化用品，然后我带回来以后，现在就要打包，然后从瑞典发出去，然后发到我爸妈家里。那我爸妈把东西分好，然后我在这里远程下单，然后那个快递就会去我家取。就其实我代购的这些东西呢，没有一个很大的量，因为我一个人也做不起那么大的量，然后也没有想要成为做什么商业帝国，没有，就是挣一个日常的生活费吧。因为我现在虽然在瑞典定居了，然后但是我还是会经常全世界跑。像2023年、2024年、2023年，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一个不同的国家，这是我给自己一个小目标。就我小时候很希望能够到处去旅行，但是我爸妈都不怎么喜欢出远门。我记得唯一一次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是去北京，是我在7岁的时候，是那时候我爸爸他单位要组织什么员工的活动，然后一起出门，然后把我带出去，然后那时候去了北京、天津、杭州，很短暂的一个旅行，后来就比较少，基本上都没有出过省，就基本上没有出过福建省的那种。那时候特别希望去厦门，因为厦门是当时福建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嘛，很希望去厦门，想去看看海啊什么的。但那时候我爸妈，可能我妈也比较，就是想要省钱嘛，万事以省钱为主，也不太愿意就是把钱花在带小孩见世面的身上，没有。对我来说，做生意这个事情吧，就是在易经上说，生意就是互通有无嘛。我不觉得是儒家的士农工商里面的什么商人是下品，我不觉得，我觉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互通有无就是你把这个地方有的东西给到那个没有的地方去，然后你可能赚取一些辛苦费啊、劳务费啊。我是比较相信整个这个道的一个哲学理念，所以我是按照这套理念来做事情吧。但是我能够学书法，然后我还学了钢琴，但是钢琴学的不久，然后我妈也不愿意买琴，她觉得贵，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琴行，可以付钱，然后每天练1个小时这样子。小时候就学书法，书法的其实学习的成本不算很高，因为你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要领以后，你其实可以自己在家练。我记得我最开始练书法是从曹全碑开始，那时候就每天就练，然后我那时候特别轴，就很执着。那时候老师说，跟我同时学的一个女生说她的领悟力比较好，然后说她练1张等于我练3张，然后我那时候就很要强，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中午我就不午睡，我就每天都练，疯狂练，最后每周我能交出几百张的书法作业，但是他1张可能都交不出来。我就是非常好强那种，想要争第1，就是这种心态。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然后他2015年那时候有公费名额，就是去台湾交换，然后当时我是研究生研2的时候，然后我就拿到了
很有幸争取到了这个名额，然后去台湾交换。去交换虽然说学校也会给一些钱的补助，但是因为在台湾，你作为学生你是不能够工作的，不能够打工的。所以当时虽然我在北京，我是兼职书法老师和绘画老师，还有篆刻老师。然后因为我要去台湾交换一整个学期，所以这些的收入就突然就没有啦。然后我想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在台湾，我也是一边在上课，然后一边就是在考虑怎么办。我这个学校发的这个经费用完以后，我要怎么活呢？然后所以就一直在考虑这些东西。然后后来也是有一些台湾的同学，就研究所的同学帮助，然后一起想办法嘛。然后我那时候不是刻章嘛，我刻的章我就当时的淘宝还是可以直接寄，就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直接寄到台湾的，我就从淘宝买了一些那些书签的那种纸，你知道书签那种在淘宝买很便宜的书签那种纸，空白的牛皮纸，然后买了一些麻绳，然后自己做那种自己篆刻的那个章的书签。然后台湾会有一些文创小集市，然后台湾的朋友就会给我一些消息，比如说哪一天周六周天啊，这个集市你就可以去啊，然后你就要申请，有一些网站，然后你要去申请，你要交摊位费。然后我就做了很多这种自己篆刻的一些作品的书签，然后拿去卖，就挣一点点小钱。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我自己篆刻嘛，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青田石和寿山石，就是篆刻你要用的那个石头，这个是基本上只有大陆才有，然后台湾是不产这个东西的。所以我当时去台湾的这些艺术用品的商店，我发现这些卖的好贵，就比我在大陆买的要贵很多。然后当时我就发现，原来我可以在淘宝买到，然后寄到台湾，所以我就买了一批比较好看的石头，然后寄到台湾以后呢，我就也有问，就是我当时在中国文化大学台湾的那个阳明山那边那个，然后我就去所有有美术就是有篆刻的那个教室，我就问那些学生，也有什么本科的，我就问他们说，有没有人要买？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明码标价，一个多少钱，就用这种反正推销的方式吧，然后就卖出了一些，这样解决了我一个生活费的问题。所以这应该算是我比较早的一种商业尝试吧。做完这个事情，我就会很有信心，我觉得原来我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活得挺好，就是不靠打工，就靠这种发现商机，然后做一点小小的生意，也可以过得不错啊。所以这也为我后来的这种旅居，然后自己成为一个数字游民的这种打了一个心理的基础。其实我小学就开始学画画了，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决定了人生道路，就决定要走画画这条路。好在那会儿就是画画还不需要花太多钱，现在好像听说挺贵。我觉得我妈也比较好强，然后我妈她在他们单位就是做业绩也是做的一直都是前3名，就是愿意去争第一的这种人，这种好强是有的，是有遗传的。上大学以后学了艺术，这个要强的心态就慢慢的变了，就觉得好像不需要就是那么强，不需要把自己搞那么累。就是我觉得艺术对我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旅行当然也影响了很大一部分，还有就是看的一些书吧，对哲学的一些了解。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直接从北京寄回福建我们家，然后我就留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包，一个睡袋，那个包是那种徒步的包，然后一个睡袋，然后我当时有大概4000块左右人民币，是我就是兼职攒下来的钱，因为你兼职的钱也不是很多，因为我毕竟是兼职，我那时候当书法老师、篆刻老师和那个
教小孩画画嘛，在北京，然后攒的一些钱呢，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硬座。那时候从北京到拉萨时间比较久，46个小时，硬座我就这样坐了46个小时，坐到拉萨。其实，在本科的时候我也去过拉萨很多次，然后那时候有一个青年旅社在拉萨，叫做殊途同归。殊途同归的老板，当时他知道我画画以后，他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在我们的墙上帮我画一些画？你帮我，这个算是一个交易。他是说，如果你帮我画好这个画，以后呢，只要是你住我所有开的这些店，都是免费。就等于说我拿我的画换到了这个永久的住宿券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后来。”毕业以后我去到那儿的时候非常好，就是我真的是住到了免费的东西。那个藏式的那种沙发是那种硬质的木沙发，然后那时候有垫子了，我就用睡袋然后睡在上面。那时候就是我免费住宿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在拉萨，我觉得，虽然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再留在北京了。因为那时候雾霾挺严重的，然后我慢性咽炎，就是因为在北京待了7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然后我这个慢性咽炎就很严重，因为有些人比较敏感，我就是那种。然后在拉萨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在街上摆摊卖那个藏香，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商场嘛。我就去批发了一些藏香啊、尼泊尔香，然后就摆摊儿。虽然有一点点不是很正规了，也会受这个城管的管制，但是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在街上卖这个藏香，挣一点点小钱。有时候可能一天几十块，有时候超过100，我还蛮开心的。那时候基本上饭钱就可以解决了。然后我还会发微信的朋友圈啊，发一些广告啊。所以那时候代购就这样慢慢做起来，然后后来我就去尼泊尔，到尼泊尔算是我人生中挣的比较多的第1大桶金，就是那时候尼泊尔有很多非常好的那个羊绒围巾，它全是那种手工纺织，就是那种传统那种纺织机纺织出来的那种。那时候直播还不是很火。我也没有做直播，但是我建了一个微信群，我在群里面就是自己当模特，然后就是围各种围巾，然后拍照片，然后我的客人就很支持我，他们也很喜欢买，然后我卖的价格也不高，这算是第1桶金吧。那时候一天忙可能7、8个小时就在卖围巾，然后挣了一大笔钱。不算一大笔，反正还可以的钱了，我就成为了那种像全球找货手的那种，其实就是代购，然后去到各个地方，然后发现当地比较值得买的东西，然后一边自己在那里旅居，一边呢我就卖一些东西，这样子，就这样支持了我走了很多地方。我2024年1分钱都没有攒下来，那一年挣的钱全部花掉。那是我第一次一点钱都没有攒，后来就想到，这样也可以。就是以前我对钱会有一种执着，因为以前在物质上受过苦，那我觉得说想要把钱就是 hold very tight， 就是那种抓得很紧的那种状态。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可能也是旅居给我的改变吧。包括我在泰国还有在塞尔维亚，我看到人的精神状态，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挣很多钱，但是他们蛮舍得，就是花钱去享受生活，这对我影响也蛮大的。我想说，那我觉得我真的可能比他们多一些，那我为什么不能够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呢？那我在想要享受一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因为省钱而不去享受呢？我可能未来还会挣更多的钱，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像当时那一刻或者此时此刻这样年轻了，这个时间是不会再回来的。所以我觉得旅行
对我的这个金钱观也有很大的改变。所以2024年虽然说生意不算很好，其实那一年的营业额算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年，但那一年我也花掉了所有我挣的钱。就假如说这个月，除了基本生活费以外，可能还有2-3千的多余，那我就想说，那我这2-3千可以去到哪个国家玩几天，我大概做个计划，然后我就去。比如说2024年的4月我去阿姆斯特丹，那我去阿姆斯特丹我就待了4天5天，可能4-5天就把几千块都花掉了，花掉，但是我就去了那边了我见到了阿姆斯特丹，我去阿姆斯特丹感受的，去看了我最爱的梵高的博物馆，然后我也去，我非常喜欢那个德库宁的画。那虽然德库宁大部分画在美国，但是因为德库宁是荷兰人，所以他在荷兰的一些艺术馆里面也有德库宁的画。我觉得我看完，我去到梵高博物馆，我觉得哇，我这么多年梦终于实现了，你知道吗？很值，就是这几千块钱可能对我未来的生活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当下的我绝对是对得起我自己的。所以就是金钱观慢慢的发生了改变。就是以前我是那种跟其实咱们大部分国人都是，假如说挣10块钱，然后可能只舍得花1块2块，然后大部分就要存住这样子。但我现在可能也是有瑞典的医疗托底的，这样我不能就说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会觉得说，哎，我如果挣了10块钱，那我就花掉吧。当然以前也有攒一点钱，但是现在会觉得说，享受当下，不要考虑太多钱。就像刚才我说，可能我未来会有更多钱，但我永远都不会有当下这么年轻。我会每天愿意走1万步，就是争取走到1万步。然后我带了一个这种200多块大家都可以买到的电子表，它可以记录那个步数，所以我每天就是记录这个每天能不能有走到1万步，就想要给自己多一点活动量嘛，多走走路对身体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我喜欢来这种自然里看看书，听听歌。我觉得人他其实是有那个能量场，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能量场。那当我们来到树林啊，或者这种自然里面，你可能会跟这个大自然的能量就会一起共振，就会有这种共振的频率，然后你就会很放松，然后很平和。就是哪怕你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或者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能量，但当你走在这些森林里，我觉得大自然它有这个疗愈的功能，它是会用它这个很大的这个能量场，把你的能量强行拉到一个频率。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我每次来森林里走一走，整个人状态很不一样，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状态。你会看到我的行动很简单，这个是瑞典，它有一个品牌叫157，就是卖非常非常极简、简单、便宜、全棉的 T 恤，就同样这个黑色，大概打折的时候可能3欧都不到一件，然后我买了5-6件，我就每天都穿。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需要打扮，我也会有一些可以打扮的衣服，但是平时就比较少一些，就比较简单的一些舒服的全棉的穿着。然后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手袋，这是我在荷兰梵高博物馆里买的，这是梵高的手袋，看 Van Gogh Museum， 就是我很喜欢梵高的画，那我钱会愿意花在这上面。就比如说我不喜欢背包，我喜欢背袋子，那我出门就是一个这样的袋子，帆布袋，各种帆布袋，就像很多欧洲人一样都是帆布袋。包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装东西的东西，方便装东西的一个事物，并不需要花巨大的价钱去彰显我自己怎么样。这个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也是不需要的，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那钱我会更愿意花在
旅行上面，或者吃比较有机的东西，这些我会愿意花钱。体验也会花钱，比如说去玩那个滑翔伞，去潜水，这些我会愿意花钱。那如果只是买奢侈品，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来傍身。斯德哥摩有非常非常多湖，瑞典人非常喜欢来大自然里。你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你可能在 shopping mall 里面，就是那种商场里，当然也会有工作的瑞典人，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外国人，或者很多难民啊、中东移民，或者是别的国家的移民，他可能会愿意在购物商场里待着。但是我觉得瑞典人还是蛮喜欢户外活动的，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户外，我每次来户外都可以遇到非常多瑞典人。可能在外面烧烤啊，或者带小孩在外面玩啊，可能就游泳、玩水、晒太阳，不然就是看那边这个，在外面骑自行车，不然就是带小孩在外面晒太阳，然后到处乱跑，我觉得很棒啊，就不会每天坐在家里盯着手机，或者小孩玩那个 iPad， 我觉得也蛮惨的。我觉得结婚或者有伴侣，这是一个社会产物吧。在我看来，人并不一定要拥有伴侣。当然，人是很复杂的，可能有一些人他适合一个人待着，有些人他就一定需要朋友或者是亲人或者是伴侣的陪伴。我觉得是个体是很不一样的。那对我来说，说实话，我是不太需要人陪伴的，我是非常享受一个人生活的。那小金的到来其实是个，可能就是命中注定嘛。我并没有去强求这件事，我也没有在找对象，我一直都是觉得自己就很好，我就这么想的。而且我也不想要生孩子，我就觉得自己非常自在，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极度享受自己空间的人，就我一个人，我可以完全就是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我看书、听书、看小说、看武侠，不管是画画、练字儿，我就特别享受。所以对我来说，伴侣就是怎么说呢？假如说我如果跟这个伴侣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能够保留我自己的空间，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伴侣，比较适合我的。因为我是极度需要自我空间的人。我在申请那个瑞典的伴侣居留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比较曲折了，反正拒了2次，后来是怎么着，反正最后是成功了，但是路上就是大概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才拿到。所以2020年的10月，我终于拿到了瑞典的居留，然后就开始在瑞典的生活。我有听到很多人在抱怨说什么冬天比较黑啊，怎么那个，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都不是问题。我觉得我一开始会这样出来环游世界，第一当然是想要看看，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别的地方别人是怎么活的，其实对我来说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所以我会愿意到处去。第二件事呢，我觉得我在寻找一个栖息地，就像动物寻找栖息地一样。对我来说，我想找一个空气好、水很好，然后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地方。那我来瑞典，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对我来说，夏天是美的，冬天是美的。我喜欢森林，夏天的森林很美，冬天盖着大雪的森林也很有意思。我跟小金冬天有时候也会去森林里走走散步，也有人遛狗。所以对我来说，只要接近自然，春夏秋冬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没有对任何一个季节有特殊的厌恶或者特殊的喜好，都没有，我觉得都很好。我就觉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嘛，就顺其自然，然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小时候很信一句话，叫做尽人事听天命。然后小时候我可能更着重于尽人事这3个字，
但我现在感觉更着重于听天命这3个字。为什么？小时候尽人事，总觉得自己能做很多。其实尽人事听天命，我那时候会着重于尽人事，也是觉得你尽了你所有，你可能就能改变一些了。但现在会觉得，其实可能你努力也改不了什么，命里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会更着重于听天命，就是有时候事情你就顺着你的心去做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我现在就是有点这样，所以就没有那么执着了，没有像以前那样，好像就要争强好胜，要当第一。现在就放松了很多，我总体还是相对满意的。当然它会有一些难民问题，但是我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了，你也没有办法。那我只能就是专注自己，然后少看政治新闻，然后就是尽量远离一些危险的区域吧。但是大部分地方还是非常安全，然后瑞典人也是非常 nice。然后我现在尽量就是关注自身，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关注很多政治的话，你会被陷入一个非常负能量的一个状态。我就觉得对我自己反正不舒服，我会很不舒服，我会被影响，所以我就愿意尽量多关注自己，然后关注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现在感觉就是，就算明天就是地球就毁灭了，毁灭就毁灭了，那就顺其自然了，那能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就是大概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没有那么执着了，就是顺其自然吧。就是当然我也希望这边能变得更好，我也希望我的祖国、我的家乡能变得更好。那如果是他事情不往我希望的方向走，那我能怎么办呢？那就这样呗。然后我现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有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就是真的很道家的思想。他说：“你每天在想着明天和未来，你怎么过好今天呢？你就过不好今天了。”我觉得也是啊，好像很多焦虑都是因为你过度去想未来会怎样，我明天怎么办，我未来怎么办，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未来怎么办？你不要去想，你就过好今天。就包括我的爱情观也是这样子，我不会想说未来要怎样，我会觉得你过好每一天，每一天的叠加都过好了，那未来自然就好。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而且我会相信说，假如说过去、未来和今天是同时存在的，就假如说时间是个虚拟，可能就像幻灯片一样，就是同时都有了，那我们只是顺着时间这样流过去，可能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是我们还没有经历，这可能有点玄学，但是我是会有时候这样想的。每天也没有很多事，我就会思考各种各样的事，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吧。有可能是未来已经就在那个空间的那个时间段的我已经做了一件什么事了，这个可能就不会改变。可能现在我目前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动作都会引领我到那一步，这个谁知道呢？你以为你控制这个身体，说不定是身体让你这么想，谁知道？所以现在也觉得，我会更关注就是精神世界，或者更关注一些我很感兴趣一些玄学啊或者神秘的东西，比较有一点那个走出科学的东西，我会很关注。对我来说就是，离地三尺有神明嘛，它不一定是某个神仙，它有可能就是一种超越人类的一种自然的力量，或者是一个能量体，或者一个不同的振动频率，这都有可能。所以我是给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可能性。我觉得如果我对这个世界抱有这种可能性的话，至少我自己的精神世界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就会觉得这世界非常有意思。如果我觉得这世界上只有就是非常唯物，只有这个人、动物和这个，我觉得好无聊，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星球都好无聊，非常乏味。但当我觉得有这些不同神秘的事物存在的话，比如说可能有龙，可能有美人鱼，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充满了那个奇幻色彩。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很愿意去把关注点放在那上面，而不是每天想着那怎么挣大钱啊，或者怎么成功啊。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样关注那方面，让我的精神世界非常的愉悦。那精神世界愉悦了，基本的生活解决了，然后非常非常开心是瑞典它有一个医疗政策，然后让我能够不用担心这个可能重疾病什么的，就没有这个担忧了。那我就觉得就很好了。如果未来我会如果能有世俗上的所谓的成功或者发财，当然也很好，如果没有也没问题。我就是这样觉得。因为现在我们住的公寓就是我没有一个我自己的空间，所以呢，我会很希望能有一个就是自己很独立的一个小小的空间，这样我可以在里面创作，可以画画写字，然后不受影响。因为毕竟我是一个需要自己私密空间，然后才能画画和写字的人，然后写文字也是，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可能写一些东西，得是自己出去找一个咖啡馆或者没人的地方才能写。但是画画吧，你虽然可以出去画，但是画画这种东西，我还是愿意在自己工作室或者自己家里完成。这是我们的垃圾房，然后垃圾房里面也有各种垃圾分类，就是金属啊、玻璃、塑料和纸板和生活的这些湿垃圾都是分开的。然后那边有一个自行车房，那我们平时自行车或者这些烧烤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大家就会比较安全。因为瑞典会有偷自行车的情况，但目前我没有丢过，因为我还蛮小心的这样。这边都是一些儿童的设施，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坐这儿荡秋千。可能刚刚离开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好吧，可能会有这样，就感觉就是会有这种情况。那慢慢的，当你看了更多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存在都是有自己的理由的。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制度是完美的。它存在可能就会有一定的理由吧，不一定是合适，但可能就是当下就是适应它的，所以它存在，就是这种感觉。它每个超市每周都有不同的东西打折，它打折并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好，而是因为它可能不同的供应商，假如说这个东西就这个季节了，然后有很多这个，它就会卖得很便宜，然后你总是可以买到合适的东西。我们一般来说买东西吧，我就比较在意那个成分表。举个例子，比如说酱油，因为欧盟它对那个食品的进口有一定要求嘛，那可能有一些添加成分，如果你添加一些欧盟不允许的东西，它可能就进不来。那比如说我基本上买酱油，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水，然后大豆23%，然后这个小麦，然后盐，就这么简单，它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就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不愿意就是有太多什么食品添加剂什么的。然后举个例子说鸡蛋吧，在瑞典，所有的可以进超市的鸡蛋全是符合生食的标准，就是说他会定期去超市检查，就是抽检嘛，如果不符合要求的就全部销毁。这样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从小都是煮熟了吃，但是这样也挺棒的，因为如果你要做溏心蛋啊什么的，就不用担心会不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些部分瑞典做的还是蛮好的。平时我买东西吧，我也会尽量买有机，可能它有机会比那种没有认证有机的会贵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我是愿意去花这个钱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篇课文叫做山那边的山，好像是这样，有点忘了。真的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以对号入座，因为我在这种诗里面，
他描述山那边的山啊，还是山，就是这种延绵不绝的山脉，就是我小时候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们住在我妈妈是那工作单位的那个职工宿舍，我们住在那里，然后我们的那个后面的房间很老旧的那种绿色的门窗，一推开那个窗户，对外面就是对面房屋的瓦片屋顶，然后经常可以看到鸟啊在那儿，然后再过去就是山，就这么个地方。童年的这种生活的状态会影响人的一生吧，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树林，很喜欢山。小时候我外公是一个非常喜欢徒步的人，当然我们当时不知道那叫徒步，没有这么现代的词汇，当时只知道哇，很喜欢去森林散步，很喜欢去走这种山间小道，所以我那时候就从小就喜欢这样，去大山里森林里就找这种林间小道啊，去采野果子呀，就这样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那边甚至都没有超市，就是会有那种，可能每一个镇会有一种那种周二周六会有那种市集，就是你可以去这种市集买东西，买菜啊，买豆腐啊，就是这种东西，买肉啊，什么都有。那现在就后来长大以后发现会有超市了，以前那种状态生活气息反而没有了。所以对我来说，物质可以不用非常复杂，因为我小时候经常会跟我外公住在那个山上小屋里，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自给自足也是可以的。我们有养鸡，有养羊，我外公养了2群山羊，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生活是不需要跟这个市场挂太多钩的，就我可以在自然里就可以活得很好，只要满足这个身体的基本这个食物的需求，其他都不是问题。我小时候就是这么个状态。我也不是特别羡慕，就是那些假如什么年薪100万这种，我真的没有很羡慕他们。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身边玩的很亲近的2个朋友，他们真的是年薪100万，然后我会觉得哇，他们蛮爽的，就是花钱不用考虑这样子。但是当我想到就是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不是我愿意花精力和时间去做的工作，我就觉得就释然了。我还是想要我这样的生活。对，这边的水都是可以直接喝的。这个壶我们用了1年多，水垢没有什么吧，还是很干净的吧。我们天天都用好多次。那这是用了1年多没有清洗的水壶的内部，那这个水还是很干净的。我是福建人嘛，我们喜欢泡茶，那对于泡茶来说，你就对水的要求就蛮严格的，所以你泡茶的时候，你就可以尝得出来这个水好不好。这个水是真的很不错，就是把这个生命当做一场游戏，然后就尽情享受吧，顺其自然，就是感受快乐，感受痛苦都是感受。然后我觉得每一种体验和感受都是一种，就是可能是一个经验值那种，然后你体验和感受的越多，你的经验值分可能越高，可能你的灵魂等级就会更高吧。所以就是多去体验，多去感受，就这样。